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加盟花少期，爆料不实，解析芒果台旅游综艺的现实考量。近日，网传《花与少年》期嘉宾阵容尘埃落定，甚至将赵丽颖列入名单，引发热议。然而，结合多方信息分析，这一爆料可信度极低。从赵丽颖与芒果台的过往合作摩擦，到她当下的事业定位，再到节目目前的筹备阶段，这场瓜更像是招商期的舆论造势。一、赵丽颖与芒果台的意难平，从人设争议到双向选择。赵丽颖曾在《中餐厅4》中因芒果台的争议性剪辑，被贴上焦虑垫长的标签。节目中多次被放大的情绪片段与她本人的专业形象形成割裂，引发粉丝不满。这种合作阵痛让她对芒果系综艺保持谨慎态度，尤其旅游类节目自带的冲突性高强度属性，与她近年追求的稳扎稳打路线不符。从职业规划来看，赵丽颖如今手握与凤航、幸福到1+2等重点剧集，兼具流量与国民度的她更倾向于深耕影视领域，而非通过综艺维持曝光。正如业内分析，她不需要通过花少证明商业价值，反而可能成为节目组贴金的工具。即便节目若想复制2015年丝路记杨幂、刘烨、陈意涵等阵容的团魂神话，赵丽颖的加盟也绝非必要条件。当年的成功源于嘉宾化学反应与叙事创新，而非单一依赖顶流加持。二、花少期筹备现状，招商进行时，嘉宾阵容仍在画饼。根据芒果台2025年招商资料，花少期却在片单之列，并计划采用老面孔加飞行嘉宾的组合模式，但目前仍处于乱溜人阶段。所谓赵丽颖确定加盟，不过是营销号借其热度炒作话题。事实上，截至3月底，仅有姚晨口头确认加盟，而吴昕作为芒果台嫡系艺人，凭借元气满满的哥哥大侦探积累的综艺感，以及国民度高、流量适中的绿叶属性，基本锁定一席。吴昕的加入符合花少对调和剂的需求。他既能以主持功底把控团队节奏，又能通过自黑式幽默化解冲突，避免重蹈前几季嘉宾矛盾的覆辙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花少需要的不是话题担当，而是情绪稳定的粘合剂。吴昕的透明感恰恰是团队和谐的保障。三、旅游综艺的芒果困境，从冲突营销到安全牌。花少系列的高光停留在前几季的真实冲突，如第2季的机场丢行李酒店分配争议。但近年来观众对4X 剧本的审美疲劳，加上广电总局对安全录制的严格要求，倒逼节目组转向稳扎稳打。2023年丝路记的回暖已证明，嘉宾的适配度比话题度更重要。闫妮的大气，张凯丽的直率，丁程鑫的活力，构成了无攻击性的团队架构。此次花少期网传阵容中，姚晨的职场精英气质与吴昕的综艺老炮属性，正符合这种去冲突化思路。而赵丽颖的流量体质反而可能打破这种平衡，她的加入势必引发谁是核心的争议，与节目强调的集体远行理念相悖。结语：当溜热问计划粉遇上理性选择，谁在为综艺招商买单？赵丽颖加盟花少期的传闻，本质是招商期的热度博弈。平台需要顶流词条吸引广告商，营销号依赖爆料获取流量，而艺人团队则通过若即若离保持曝光。但从赵丽颖的过往选择与节目调性来看，这场双向奔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目前花少期仍在等待招商结果，若顺利，或于5月开机，否则可能像2024年某档综艺般因冠名商缺席而延期。对于观众而言，与其纠结于顶流是否加盟，不如期待芒果台能否在安全牌中玩出新意，
毕竟，旅游综艺的核心魅力，从来都是陌生人同行时的真诚碰撞，而非流量名单的简单堆砌。至于赵丽颖，这位从草根小花成长为收视女王的艺人，早已学会对消耗型合作说不。比起在综艺里被剪辑定义，她更愿意在影视剧中掌控自己的故事。2. 赵丽颖，戏里戏外皆拼命，新喜讯见证大女主的崛起。娱乐圈这瓜甜啊，那真是3天1小镇，5天1大爆。这不，赵丽颖又带着冯小刚导演的新片《向阳花》来给咱们的瓜田施肥啦。冯导亲自操刀，颖宝实力坐镇，这组合简直就是王炸预定，想不火都难。说起赵丽颖，我这老八卦的心就忍不住要跳出来。这姐们儿在美女多如牛毛、更新换代堪比光速的娱乐圈，愣是凭着一股子拼命三娘的狠劲，杀出了一条康庄大道。没啥背景，缺资源，早年还因为一张圆脸被某些专家盖章演不了主角。呸！现在谁要是敢再逼逼这话，信不信颖宝的粉丝一人一口唾沫，能把他送上天，和太阳肩并肩？想当年，颖宝拍《宫锁沉香》的时候，那匹马也不知道是吃了啥药，突然发疯，把颖宝狠狠地甩在了地上，那可是实打实的地面，不是什么绿幕特效。当时他骨头都错位了，疼得他脸都白了，冷汗直冒。换成别人，估计早就哭爹喊娘，躺在医院里刷着手机等探班了。可咱们的颖宝呢，愣是咬着牙，硬是憋着没掉一滴金豆子，休息了没几天，又回去拍戏了。我说各位，这哪是拍戏啊，这简直就是在玩命。更让人佩服的是颖宝这股子倔劲儿，往好听了说，那叫有韧性。当年拍《绝情店》吐血那场重头戏，为了追求那种让人肝颤的逼真效果，他硬是让道具师把血浆调成了蜂蜜的粘稠度。天哪，那玩意儿，我光是想想都觉得反胃，又腥又涩，还带着刺鼻的色素味儿，正常人含在嘴里，估计当场就得吐出来。可颖宝呢？一遍又一遍地调整头部的倾斜角度，强忍着生理性的干呕，硬生生地吞咽了12次。当时他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，看得我这颗老母亲的心都快碎成渣渣了。就凭着这股拼劲儿，颖宝硬是把那些圆脸只能演丫鬟的陈腐观念撕成了碎片。他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，狠狠地打了那些人的脸，告诉他们，老娘不仅能演主角，还能演得深入人心，让你们看完之后哭着喊着真香。怎么样，脸疼不疼？当然啦，光有拼劲还不够，还得有智慧，还得会规划。颖宝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审时度势，懂得转型。当所有人都觉得他只能演甜美小花的时候，他果断选择了转型，挑战现实题材电视剧。为了演好《风吹半夏》里的许半夏，他直接闭关谢客，推掉了所有的商业活动。跨年晚会，不好意思，没空。老娘要沉浸式体验角色，感受那个年代的创业氛围。为了演活许半夏这个角色，颖宝下了狠功夫。他拜访了27位女企业家，认真倾听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经历，把剧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全是他对角色的理解和分析。甚至连在办公室抽屉里放止痛贴、深夜卸妆时手指忍不住颤抖，这些细节都是他主动要求加进去的。他说，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表演，才能让角色更加丰满，更加真实。事实证明，颖宝的付出没有白费。风吹半夏一经播出，就火得一塌糊涂，豆瓣评分一路飙升。许半夏那句掷地有声的生意场上不分男女，之分强弱，更是成了无数打工人的座右铭。颖宝也凭借这个角色，彻底打破了之前甜美小花的形象桎梏，成为了观众心中独一无二的实力派女演员。现在，
颖宝又带着冯小刚导演的新电影《向阳花》强势来袭。预告片里，他饰演的刑事人员高月香满身伤痕，却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呐喊：“把自己当快铁。”就这一句话，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。预告片里，他为了失聪的女儿铤而走险，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坚定。面对那些威胁和恐吓，他像一头发疯的母狮子一样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看得我肾上腺素飙升，直呼过瘾。在《向阳花》的宣传海报上，赵丽颖那双像刀锋一样锐利的眼神，下方赫然写着6个字：豁出去，活下来。这6个字，简直就是她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她对所有人的激励。从龙套丫鬟到双料侍候，她靠的不是天上掉馅饼的运气，而是永不服输的坚韧和不被定义的智慧。所以，颖宝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在这个充满偏见和歧视的社会，努力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就像颖宝自己说的那样，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，我会拼命抓住，就是干，就是往前拱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最期待赵丽颖在《向阳花》里贡献怎样的封神演技呢？看完预告片，你有没有被她的眼神杀到？快来评论区里聊聊吧，我在线等你们的精彩评论。